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零更新又被骂到热搜前3，本人凌晨起床与网友互怼，网友无言以对。今天零更新可谓是大红大紫，一时之间登上了4、5个热搜榜单。零更新在《玫瑰的故事》中饰演的方协文，竟然对待神仙姐姐刘亦菲非常不友善，行为极其过分，引发了所有网友的不满。众多网友纷纷涌入零更新的评论区讨要说法，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，竟然有这么多人也骂不过零更新一个人。人们纷纷抱怨离开，各自支支吾吾地黯然离去，朝廷内外无不质问同一个问题：为何？好家伙，零更新可真不惯着大家。凌晨5点，他还在对网友：零更新果然是个狠角色。如何使得无数网友愿意冒着被对的风险来到零更新的评论区？关键在于他在剧中是如何对刘亦菲进行欺负的。不要焦急，事后了解后才明白，网友们的谴责仍显过于温和。即使是零更新这样的公众人物，也毫不掩饰对方协文行为的不满。人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这一说法在《玫瑰的故事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。剧中的方协文出身寒门，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。本该是一个励志的故事，但鲜有人知，他内心深藏着深深的自卑。黄奕梅与庄国栋分手后，决定前往上海攻读研究生。在兼职于一家啤酒屋时，他结识了也在此处打工的方协文。方协文一见到美丽的黄奕梅，心中便感动不已。他不仅在各方面都关心照顾黄奕梅，还会在她听不懂上海话时主动帮忙解释。为了黄奕梅的猫，他特意出去租房。当得知黄奕梅也想租房时，他甚至以低价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来凑房租。为了消除黄奕梅的误会，方协文不仅陪同黄母买菜，还主动担任翻译。从结婚前的表现来看，方协文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男友，黄奕梅才会被他的伪装所欺骗，从而最终嫁给身无分文的方协文。黄奕梅在婚后对方协文的关怀无微不至，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存款投入到对方的创业事业中。因为方协文的一句话，他会拿出手上仅有的2万元去购买一间并不合他心意的房子，也会默默忍受方母不断的冷嘲热讽。然而，当方协文结婚后，他的真实面目逐渐显露出来，尤其是在黄奕梅怀孕后。在家里，婆婆方母对黄奕梅百般挑剔，经常冷嘲热讽她不去上班。黄奕梅实在无奈，只能选择出门透透气。因为随意出售一束花，结果却遭到方协文各种质问和怀疑。方协文的自卑心理逐渐显现出来，他执意要买一套符合自己经济实力的大房子，还阴阳怪气地拿黄奕梅的前男友庄国栋做比较。他甚至还暗地里替妻子在黄奕梅公司办了离职，理由是担心黄奕梅怀孕期间过于辛苦。因为自卑，害怕黄奕梅会碰到比自己更出色的人，于是想让妻子变得平凡，这样便能永远拥有她。方协文的内心，说实在的，已经被自卑和嫉妒扭曲的面目全非。这些黄奕梅全都忍耐了，然而他所得到的却不是方协文的理解，而是他更加肆无忌惮的控制。黄奕梅生完孩子后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份新工作，但当他去面试时，方协文又开始刁难，坚持要求他改穿裤子而不是裙子。直到黄奕梅找到面试公司的人事经理，他才发现连甚至还将他成功面试的 offer 偷偷删除了的人，都对他毫无保留地爱着。黄奕梅终于忍无可忍，毅然决定与丈夫离婚。然而，剧情发展显示，她的感情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。网友们看到这一段内容，纷纷表示无法忍受，
神仙姐姐为何要承受这种不公？黄一梅令人深感同情，而协文却满怀愤恨对待她。网友们一突然涌入林更新的评论区，却始料不及林更新如此机智应对，他的回击让网友们束手无策。看到林更新展现的实力后，一些网友沉默了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们也觉得不吐槽几句有些遗憾。可以这样说，他说美甲不能做，裙子也不准穿，你妈妈批评他时，你不仅不站在他这边，甚至还冲他吼，这才是最让人生气的。本来是很有力的质问，但显然这位网友被林更新的回怼吓到了，最后还补充道：方协文，我指的是他，不是你林更新。林更新啊，你瞧瞧，你把网友们吓得够呛啊。不过林更新看到有特指，态度顿时变得温柔起来。方的自卑是天生的，后天无法改变。对于那些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网友，林更新毫不留情。有一位网友上传了一张禁止狗狗入内的警示牌图片，并配上文字：这个笑点有人懂吗？林狗这个外号大家都知道，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。然而林更新并没有因此而心悦诚服，他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放肆，直接让这位网友无言以对。如今因为害怕遭到林更新的反击，许多网友已不敢在他的评论区留言，只好改为在各种剪辑视频的评论区中发表评论，以此来宣泄他们的情绪。骂声如潮，霍建华选择在被窝里静静落泪，而林更新则面对骂声，决定今晚熬个通宵。是不是带上霍建华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呢？半夜间，林更新与其黑粉争执不下，最终黑粉黯然离去。他则选择了不眠不休，唯恐一旦闭眼，对方会误以为他屈服了。林更新可能是在梦游时打字。其实林更新的对人功力早在7年前就已经被大家发现了，那时便没有哪个网友能在骂战中胜过他，甚至有网友还专门整理了他这7年来的经典语录。网友们这才恍然大悟，之所以选择林更新来出演这个令人厌恶的角色，是因为若换做其他演员，可能会招致网友的谩骂，而林更新则不同，他越是被网友骂，反而越显得兴奋。他的那句"你像一条死了3个月的带鱼"，让无数网友目瞪口呆，纷纷感叹这话未免也太恶毒了。林更新在访谈中表达了对方协文角色的不满，指出这个角色极端地体现了大男子主义，他对此深感不赞同，并且对方协文的爱情观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。大家不必因为害怕遇到这样的人而抗拒婚姻，尽管我们常说世界之大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这类人实属稀少。再者，如今人们普遍受教育程度提高，因此这种婆婆和这种老公已经显见。婚姻与爱情永远不可混淆，爱情或许是风花雪月，或许是浪漫至极，而婚姻则始终伴随着日常琐事和生活必需品。